And I was like, I'm dead. I'm dead. 2026年2月26号，在巴黎的一场电影颁奖典礼上，一个消失了很久的演员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金凯瑞就是那个叱咤好莱坞的喜剧天王。但这一次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惊吓。Who the that? That's not Jim Carrey. I'm not saying the Illuminati got him. 粉丝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对劲，这不是金凯瑞，是银凯瑞。铜凯瑞、铁凯瑞啊，但肯定不是金凯瑞。很快，有人开始对比细节，这个人下巴的线条、颧骨的位置、眼睛的颜色，甚至签名的手势，和几年前的金凯瑞完全对不上。更奇怪的是啊，他说话的语调和状态都变了。Here's the thing, it's not our world. None of That's this the is key. real? Nope. So you're just passing We don't through. matter. We don't matter. Oh, wow. There's the good news. It's a wonderful feeling. I really took on a pretty big challenge trying to do my speech in French. 那个曾经桀骜不驯的金凯瑞突然变得温文尔雅，就好像是戴上了面具一样。甚至有人说啊，这是金凯瑞的替身，是他的克隆，而真正的他早在几年前就被取代，甚至被处理了。被谁处理了？但这种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过去10几年，金凯瑞说过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关于光明会不可告人的目的，关于这个世界是假的，甚至金凯瑞并不存在。I don't exist. They're all characters that I've played, including Jim Carrey. 以至于啊，有人一度担心他是不是精神上出了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把这些话和他最著名的一部电影放在一起看，《楚门的世界》，一部有关隐私、媒体操控和自由意志的经典巨作，你可能会发现，这可能根本不是什么科幻喜剧片。它被全世界观众关注和喜爱，但同时对自己和现实的真实产生怀疑，并选择挑战和逃离这个世界。他是在演楚门，还是他其实就是现实中的楚门？今天我们不只讲这场真假金凯瑞的诡异事件，以及他那些越来越奇怪的言论，还会深挖他背后的故事，他离奇的身世，以及他笑容下面隐藏的绝望。再把这些碎片拼成一条完整的线索，他到底是疯了，还是他揭露了一些不该被揭露的东西？金凯瑞到底怎么了？那我们先把这件事简单梳理一下。金凯瑞这次出席的是巴黎的凯撒电影颁奖典礼，这是法国最重要的电影奖项之一，基本上就算是法国版的奥斯卡了。而63岁的金凯瑞这一次拿的是终身成就奖。他其实早在2022年就公开表示，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要退休了。之后几年基本没有公开露面，所以这次重出江湖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结果他一露面就是一个大写的诡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谁？网上也很快出现了大量分析。那我们就把最核心的几个诡异点简单梳理一下。第一，长相。首先被拿出来讨论的是他的脸，有人开始放对比图，眉毛、发际线、下巴的线条、颧骨的轮廓似乎都变了。最奇怪的是连他眼睛的颜色都变了，以前是那种棕褐色，现在是绿色的。你是不是戴美瞳了？但是有人就说嘛，说现场的光线滤镜都有可能会造成影响，甚至还有一个整容医生专门做了一个对比图分析，认为这可能只是医美，比如肉毒填充和面部提拉。那听起来也是合理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更何况是60多岁影帝，对吧？改善一下面部情况也是情有可原。而且他现在正在交往一个年轻的女友，所以说有一点这种外貌焦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问题是这个解释反而让更多的粉丝更加困惑，因为金凯瑞可能是好莱坞最不像会去做医美的人之一，他一直在嘲讽好莱坞的虚伪，而且他的标志就是那张可以任意变形的橡皮脸，他就是靠这个成名的。什么叫做橡皮脸？他是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脸，他整形了就不能这样随意的做夸张动作，就是嘛？对你做了医美肯定做不了这个了。当然他已经退休了，以后也不会拍电影了，所以说他可能也不需要去做那些动作。但是就有人就问为什么你花这么多钱要变成一个让所有人都怀疑被调包了的脸？为什么要去改变自己最核心的东西？可能也不是故意要整成这个样子的，就是失败了。对。第二个诡异点，声音和状态。以前的金凯瑞讲话节奏特别快，特别跳，情绪起伏非常大。Don't know. Jimmy Fallon doesn't know. David Letterman doesn't know. We don't know. All the comics and show business don't know what this is. 但这一次他说话的节奏非常慢，语气异常的平和，
I wrote it and I researched it and I practiced it like crazy. 而且啊，他还在现场用法语讲了足足5分钟的致谢词。C'est comme l'argile du sculpteur que vous façonnez. 那主办方说啊，他为这段法语准备了很久，而且他本身就有法裔加拿大的背景，所以这些都说得通。但问题在于啊，他显得太正常了，正常的不像金凯瑞。老了嘛，人老了慢慢就会沉淀下来。也有可能是他的宗教，就是他慢慢的好像在走那个灵魂探索这条路。那更诡异的呀，是一段采访，有人问他，你戴过最搞笑的面具是哪个？他说 My favorite funny face is the one I'm wearing right now. 就是现在这个，就是他现在戴着个面具，这不是他本人。哦，还蛮酷的呀，这个回答。甚至啊，他还说了一句 I'm dead. I'm dead， 我死了。第3个诡异点，签名。那这是一个更细节的点，有人把他过去的签名和这一次现场的对比，不只是写法不一样，他用的手好像也变了。以前啊是左撇子，用左手签字，而这一次是用右手。那这个点其实很微妙啊，因为签名这种习惯是很难演出来的。当然也有人说啊，之前他也用右手签过名，所以这不足为奇。第4个异常点 ，Alexis Stone 最火上浇油的消息啊，来自一个人，叫做 Alexis Stone。这是一个经常模仿名人的变装艺术家，他之前模仿过卡戴珊、阿黛尔这样的一线明星，很多时候甚至可以以假乱真。3月1号啊，他在 ins 上发了一张照片，前面是一个人皮面具，后面是巴黎铁塔。他说领凯撒奖的金凯瑞是他扮演的。那这一条啊，直接引爆全网，连梅根·福克斯都在下面留言：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这会不会只是一个恶作剧啊？就像是一个什么行为艺术之类的？哎，你别说啊，这还真的是金凯瑞能干出来的事儿。因为啊，他之前在采访里面就说过，自己用过替身去帮他引开记者。难说出席活动的是他本人，但是后面接受采访的是那个模仿的人。哎，也有这种可能哎。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所有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医美、恶作剧、行为艺术好像都说得通。但问题是啊，为什么这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这些正常的解释，而是直接跳到一个更极端的答案？这是不是金凯瑞的克隆？就因为啊，有人最近说啊，看到了很多名人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了。It's not Jim Carrey. It reminds me of this,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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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包括 Britney Spears、Selena Gomez， 甚至拜登。有一些说法认为啊，这些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已经被替换了，而金凯瑞啊，甚至被认为早在2015年之后就已经换人了。那有没有可能是被操控了？因为以前 CIA 就干过这种事情啊，给自己的人下 LSD，就是致幻剂，看是不是这些人能够被操控。而且啊，持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在少数。但问题是啊，这种怀疑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大家会担心金凯瑞的人身安全？那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要了解金凯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往回看他的过去啊，就会发现金凯瑞从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喜剧演员之一，也是整个电影史上最难被复制的存在之一。随便说他几个作品啊，变相怪杰、阿呆与阿瓜、王牌特工，还有那部后来被奉为经典的《楚门的世界》。他靠一张脸吃遍了整个好莱坞，不仅是因为他帅啊，更是因为他可以把脸变成任何东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能力其实不是天赋，而是他练出来的。金凯瑞1962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纽马克特，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他的父亲啊，其实很有喜剧天赋。金凯瑞甚至说啊，他老爸比他还要搞笑。但他父亲并没有走表演这条路，而是选择了一份更稳定的工作——会计。后来他的父亲失业了，整个家庭也瞬间跌入了斩杀线。他们一度穷到啊，一家人搬到一个野外的营地，住在一辆破旧的大众面包车里。那一年12岁的金凯瑞还以为啊是全家去郊游。为了生存，他和家人晚上要去工厂上夜班，擦地、打扫厕所、清理垃圾。而他的母亲长期生病，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金凯瑞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学会了一件事：用搞笑让别人好受一点。他会在家里做鬼脸，模仿名人，把自己变成一个随时可以表演的人，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他妈妈笑一下。后来他想，既然能让妈妈笑，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笑。15岁的时候，他在多伦多的一家喜剧俱乐部 Yak Yaks 第一次登台。他当时走的是模仿名人的路线，表演还很青涩，结果被观众嘘下来了。当时甚至有观众在台下开始放一首歌，把他钉上十字架。
这次失败让他备受打击，他回家后开始每天对着镜子苦练表情，一练就是好几年，直到把脸练到可以变成任何形状。那这个练出来的超能力后来就变成了他的致命武器。几年后，他去了洛杉矶，一开始在小俱乐部演出，接一些小角色，直到1994年，他1年之内连续爆了3部电影，《王牌特工》、《变相怪杰》、《阿呆与阿瓜》，直接封神。从一个住在车里的清洁工，一跃成为了全美乃至世界最火的喜剧演员。他说他自己特别相信吸引力法则。当他刚去好莱坞，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张支票，金额是1000万美元，备注表演收入。然后他把这张支票放在钱包里，每天带在身上。结果7年以后，在主演电影《阿呆与阿瓜》的时候，他真的拿到了1000万美元的支票。哇哦！但在他人生最闪耀的时刻，有一个重要的人没有看到这一切。他的父亲在他爆红的这一年去世了。后来金凯瑞把那张支票放进了父亲的棺材里，好像是在说，你喜爱但没有实现的表演梦想，我帮你实现了。很多年之后，他在一场毕业演讲里说过一句话， was that you can fail at what you don't want, so you might as well take a chance on doing what you love. 与其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失败，不如去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而在后面的演艺生涯里，他继续一路狂飙，不再只是搞笑，他开始走出喜剧，去尝试更复杂、更严肃的角色。比如那部《楚门的世界》，一个男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被设计好的。还有《暖暖内含光》，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如果你可以把一个人从脑子里彻底删除，那你还剩下什么？他不再只是让人发笑，还开始让人思考，让人不安。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他2次拿下金球奖，看起来他已经站在了事业的顶点，名气、金钱、关注全都有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一连串的神奇操作，发表了各种惊世骇俗的言论。有人觉得他在开玩笑，是行为艺术；有人觉得他患上了抑郁症，但也有人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试图揭露什么，就像他在《楚门的世界》里做的那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几个名场面，每一个都让采访他的人当场社死。名场面1，嘲讽光明会。2015年，在 Jimmy Kimmel 访谈节目里，金凯瑞一出场就是王炸。开始先做了一个类似光明会全视之眼的手势，还吐舌头。主持人当时就愣住了，问他你这是什么手势？金凯瑞说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动作。然后他就引爆了现场。The time is up. People are hip to this kind of stuff. I'm here tonight to blow the lid off it, to be the whistleblower.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secrets and the lies. It is the secret symbol of the Illuminati. Talk show hosts, people on television, people in sitcoms have been hi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row you off the track, to distract you, to make you laugh and stuff like that, make you happy and docile so you don't know what's really going on. You know, when they get out there in the woods in a circle naked and they decide these things. 说他已经厌倦了光明会的秘密和谎言，说自己是吹哨人，说美国政府雇佣了好莱坞，通过娱乐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从而让人们远离真相，让人们成为消费机器人。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光明会的人会跑到森林里边脱光光，然后围成一圈，做一些重大的决策。他真的是有点吓人呢。谁有点吓人？金凯瑞。就是主持人当时也很尴尬。Yeah, look at him trying to calm it down. 然后只能通过不停的干咳和打断，试图把他的话题拉回来。那后来有粉丝留言说金凯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现场其实没有一个人笑，而是一片鸦雀无声，那些笑声是后来加上去的。当然有人觉得这只是他的表演，是一种故意夸张、嘲讽光明会阴谋论的方式。但也有人说这段听起来真的很让人毛骨悚然，因为他不像是在演，而更像是在说一些不该说的东西。他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在讲真话，而这段话足以改变他的命运。因为就在几个月后，他当时的爱尔兰女友 Catriona White 突然去世，死因是自杀。哇，这个很吓人，像不像那个大开眼界里面那个？就是导演拍完以后去世了。对啊。那 White 是一名化妆师，2012年开始认识金凯瑞后，两个人断断续续的恋爱了3年。就在 White 去世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人突然出现了，这就是 White 的合法丈夫 Mark Burton。Burton 是好莱坞的一名摄影师
而在此之前啊，很多人甚至从没有听说过 White 已经结婚了。这个神秘的 Burton 站出来以后，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金凯瑞。他指控金凯瑞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源，给 White 提供了大量处方药，最终导致他自杀。那不仅如此啊，他还提供了一份所谓的 White 生前写的电子日记，上面控诉了金凯瑞的种种不端行为和精神操控。整件事一下子把金凯瑞推到了舆论中心，而金凯瑞也迅速回应，他说啊，我本可以私下解决这件事情，但有些时候你必须站出来，去捍卫自己的名誉，对抗这个世界的邪恶。随着事情发酵，一些细节开始浮出水面。后来发现啊 ，Burton 提供的部分证据是伪造的，而且还被扒出 White 和 Burton 是绿卡婚姻。早在2013年，两人就在拉斯维加斯秘密结婚，连 White 的很多亲戚都不知道她有这个丈夫。而且发现什么 ？White 和 Burton 都是山达基教的会员。这不就是汤姆克鲁斯加入的那个山达基教吗？是的，什么基教？山达基教，也就是科学教。所以啊，就有人猜测啊，这件事儿会不会不是单纯的情感悲剧呢？那会不会是 Burton 和 White 两个人想要一起，就是让金凯瑞入教？结果一个操作不小心就导致了这个死亡。所以有人就说啊，是不是2015年他那段话激怒了某些好莱坞的权贵，然后呢，就通过这个事儿呢栽赃陷害他，毁掉金凯瑞的名誉。那不管真相是什么啊，这件事对金凯瑞打击非常大。他当时仍然深爱着这个女人，甚至亲自飞到爱尔兰为她抬棺。这件事也让他陷入抑郁，之后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好的影视作品。而也正是在这之后，他开始说出越来越多让人无法理解的话。名场面2，这不是我们的世界。2年后，2017年的9月，纽约时装周 Harper's Bazaar 的 Icons 派对名流云集，所有人都在走红毯拍照，说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直到金凯瑞出现后，一切开始不对了。他先是绕着采访他的女记者慢慢走了一圈，像是在观察什么，而采访一开始就已经失控了。I wanted to find the most meaningless thing that I could come to and join, and here I am. 他说：“我想找一件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来做，然后我就来这儿了。”空气瞬间凝固，记者开始试图救场，说啊，这是一个庆祝偶像的派对。Well, they say they're celebrating icons inside. Do you Celebrating believe icons, in boy, that is just the absolute lowest aiming, possibility that we could come up with. It's like icons. Do you believe in icons? 金凯瑞直接打断说，他不相信偶像，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低级的目标。我这太牛了！我这主持人已经，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那接下来啊，事情变得更奇怪了。他突然指着记者说 I don't believe that you exist, but there is a wonderful fragrance in the air. Ha! Yeah. You shut it down now. 我不相信你的存在。记者当场愣住，然后金凯瑞开始讲自己的世界观。我相信真正的平静在人格之外，我们只是一个能量场在为自己舞动。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大写的黑人问号脸。最后啊，金凯瑞看着镜头说了一句 Here's the Uplifting. thing, it's not our world. None of That's this the is key. real? Nope. So you're just passing We don't through. matter. We don't matter. Oh, wow. There's the good news. Okay. 这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根本不重要，而这是个好消息。然后就离开了。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记者直接惊呆了。这段采访一出来啊，直接炸锅了。有人说这太不对劲儿了，他是不是抑郁了？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但也有人说啊，那是你们没听懂，他其实在讲一种非常深刻的东西。后边还有粉丝挖出啊，早在1994年的一个采访里，他开玩笑一样的拿出一张统治世界的地图，上面啊加勒比那个地方有一个黑点，而旁边正是罗里岛。而2022年 Will Smith 扇了 Chris Rock 以后，好莱坞明星们当时起立鼓掌，而金凯瑞又独树一帜。 I was sickened by the standing ovation. I felt like Hollywood is just spineless. 说好莱坞明星没有脊梁，他感到恶心。那类似这样的视频啊，最近又开始火了起来。很多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金凯瑞，这是金凯瑞被调包之前的样子。名场面3，金凯瑞并不存在。同样是在2017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这一次没有红毯，也没有夸张的表演，他整个人反而异常的平静，但内容让人更加不安。当采访者问他，你更习惯做金凯瑞这个人，还是那个表演者？他停了一下说，我不存在。I don't exist.
They're all characters that I've played, including Jim Carrey, including Joel Barish. 包括金凯瑞在内都是角色。所谓的金凯瑞只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形象，一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人，为了讨人喜欢的角色。接着他还谈到了抑郁。Depression is your body saying, I don't want to be this character anymore. I don't want to hold up the avatar that you've created in the world. It's too much for me. 他说，抑郁是你的身体说他需要休息了，不想再演这个角色了，不想再维持这个世界给你的人设。你可以说啊，这可能是一个演员对角色的厌倦，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自我存在的哲学探索。但问题是，当金凯瑞说自己不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世界呢？我们呢？他也有可能就是对自己当下的状态的不满呀。你一直是一个妈妈，你也会累的时候，对吧？就是你在孩子面前，你自然戴上了妈妈的面具；你在你爸你妈的面前，自然就戴上了儿子的面具。所以说，他可能是在一个哲学的探讨嘛。而我们每一个人总有反叛的那一刻，但是你也同时可以想象，万一他说的就是真的呢？万一他说的金凯瑞其实就是一个角色，是一个虚拟的人，就像我们最近说的，世界是虚拟的，我们都是被虚拟出来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在探讨，就是所谓人，你在我眼睛的样子和你在你爸爸妈妈眼睛的样子，还有你在同事你的眼睛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旦你有了这个设定之后，你可能就会持续的去维持这个设定，而且你一旦是这样，你就必须保持这个人设了。那在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啊，很多人开始回头看他曾经演过的一部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他讲的是一个叫楚门的男人，从刚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个被设计好的世界里。他住的城市是假的，是摄影棚搭出来的。他的妻子是演员假扮的，时不时还对着镜头打个广告。他每天的生活都是被导演安排好的剧情，他自己一开始完全不知道，以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但实际上他只是供外面观众娱乐和消费的一个角色。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金凯瑞说的那些话，这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重要，金凯瑞只是一个角色。有没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们所谓的自己会不会本来就是一个被社会构建出来的角色？一个演过假世界的人，在很多年之后开始认真的怀疑世界，这只是他哲学上的质疑吗？还是说背后揭示了某种世界的真相？金凯瑞的喜剧天赋来自他童年的绝望，他曾经通过逗笑别人走到了好莱坞的巅峰，但他后来自己说，一直以来其实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在客厅里像猴子一样不断表演，不断逗观众笑的金凯瑞，另一个是回到卧室里思考金凯瑞到底是谁的自己。他后来意识到一件事，很多宗教的存在是为了缓解人的痛苦，而他在客厅里做的那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演小丑的那种名人啊，最后他都是抑郁了，他就一直要逗人笑嘛，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金凯瑞是一个很棒的角色，我很幸运能演这个角色，但那不是我。很多时候一个人说的话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疯了一样，但过一段时间你才发现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就像当时侃爷呀夺下 Taylor Swift 的奖杯，然后说 Beyonce 才是最棒的，以为他就是疯了，对吧？他可能就是太讨厌 Taylor Swift， 到后面你才发现他其实就是想保护 Taylor 他才那样做的。麦当娜2014年的歌曲《光明会》里直接点名 Beyonce 和比尔盖茨不是光明会的。而且你知道吗？低俗小说的编剧罗杰·艾弗瑞在最近的访谈里说啊， They're eating babies, man. There's, sacrifices going on every day in Los Angeles. 洛杉矶每天都有邪教仪式，每天都有孩子被吃掉。天哪！说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然后问他叫什么，他说我不想死。还有啊，我们之前讲的库布里克的作品大开眼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无聊的情色片，直到爱博斯坦的文件被公开之后，才发现，哇塞，原来这是一个纪录片。这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不懂的，可能明天就懂了。所以这次真假金凯瑞灵异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真的金凯瑞是否已经消失了？金凯瑞是否真的存在过？不管怎样，金凯瑞，假如再也见不到你，祝你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In case I don't see ya,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